严重疾病保障啊，保越多种越好，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36种严重疾病，对不对？然后市场上又有39种啦、44种啦、62种啦。早在几年前，又有108种啦、120种、150种，甚至180种。严重疾病有这么多种咩？保险 agent 一直跟你讲，他们的 critical illness 保的很多种的，有早期啦，有中期啦，有末期啦，很厉害的，全马保最多种的。各位，基本的严重疾病就是36种。我们来看严重疾病的名单啊，那基本呢就只有那36种。那么哪里来100多种呢？其实就是从这36种延伸出来的。如果单凭这个36种啊，然后每一种又有早期啦、中期啦、末期啦，那么延伸出来就有100多种了咯，简单吗？那你应该投保36种的啦，还是100多种的呢？那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允许，肯定2种都要投保咯。为什么呢？因为100多种呢是有包括早期、中期还有末期的嘛。而且大部分类似的保障都有 maximum 的保额 maximum 的 coverage 不能讲说你要保1 million 就保1 million 的哦。如果这个是你第一份保险我建议你投保基本的严重疾病险。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保险的 agent 把我的影片关掉，或者是不要 share 出去。但是如果你不是做保险的，请你听下去。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一样事情，严重疾病保障 Critical Illness Coverage 它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东西？那一旦患上严重疾病，然后又符合条件的话，这个保障就会做出理赔，赔出现金给你。你喜欢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啦，你喜欢用来买什么就买什么啦。大部分人通常都会用来代替他们的收入。因为一旦不小心患上了严重疾病过后很有可能短期内失去工作能力，因此失去收入。那么请问哪一种严重疾病会让你失去工作能力，因此失去收入？早期、中期还是末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末期的严重疾病才会失去收入、失去工作能力的，同意吗？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 agent 跳出来讲，如果患上早期有得赔，不好咩？有得赔当然是好咯，但是在索赔之前，你必须要投保这一种保障才有的吗？对不对？那如果保客的年龄跟性别跟风险是一样，投保同样的 coverage 同样保额的严重疾病，一个是基本的，一个是有保早期、中期还有末期的，哪一个成本会比较高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必须要明白，保的数额越多，你的 coverage 越高，你的成本就越高，保的风险越多，它的成本也是会比较高。那讲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就请你订阅这个频道，点个赞，顺便分享一下。然后不要忘记去 follow 还有 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好不好？谢谢大家。那虽然基本的严重疾病保障只是在所谓的末期才有的索赔，就是这个时候你才是最需要这个保障的时候，是你最需要收入替代的时候。想一想，如果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保费，可能基本的可以保100千，但是有包括早期、中期跟末期的，却只能够保75千的 coverage。万一末期严重疾病发生你要100千还是要75千？那不仅仅如此严重疾病保障也有分2种
不管是基本的还是有包括早期跟中期的。一个是没有生存期 （survival period）， 另外一个是有生存期的。有生存期的呢，保客一旦被确诊患上末期的严重疾病的时候的那一天开始算第一天，30天内是不可以离世的。如果不小心在30天内走了，这个保障就1分钱都赔不出了。总结，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严重疾病保障好像很厉害，保很多疾病，非常吸引人。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投保严重疾病保障？你的经济能力有多好？这个保障适不适合用来抵挡你未来因为严重疾病发生而导致的财务风险？不是保的疾病越多就是越好的，要看好自己的风险、经济能力，还有保单有什么索赔的条件。如果你们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我们下一个影片见。